我们今天请到的 Steve 是在高三就加入币圈，可见币圈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后来用10万块台币一直翻到10几万美金之后，现在在台中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预计明年还会再开一家咖啡厅。而他当初创业所积攒的本金呢，都是由币圈里面赚到的。那我们可以请 Steve 来分享一下，还有 Steve 在科比托的频道里面得到了哪些帮助？科长你好，镜头前的观众大家好，对，我叫 Steve。然后其实一开始进入加密货币，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我们高中就是大概在17、18年的时候，其实这个区块链这个名词可能才刚被大家所听到。那其实这个时候最多诈骗，因为这时候可能加密货币啊或者什么的，大家最容易觉得说这部分可能是跟诈骗有关系的。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区块链这个词跟加密货币这个词是相对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尝试进入看看。那我后来意外得知说，加密货币其实是有交易所的。那有交易所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可以赚到钱？那我想透过说高中生这种比较微薄的资产，那去尝试看看做交易或是去做投资。那就是在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买的第一颗比特币是大概在8200块、8300块左右。对，那后来呢，当时我非常清楚记得，就是以太坊我的下单价格是125块。对，现货对吗？现货在125块。一开始都先从现货开始玩起。对，都先从现货开始玩起。那后来因为不知道说区块链这个其实是一个趋势，甚至是一个新的产业。那当时就是在比特币8万的时候，比特币12000的时候就卖掉了。大家应该会觉得说，是在17年比特币涨12000的时候，还是在2021的那轮牛市？17年那轮就出场了，后来就换本金回来。因为大学生应该还是知道，还是需要用到钱。那个时候你现货，你当时入场你是用多少本金？当时的本金是55000多台币。那后来你卖掉之后，现货出场之后是赚了多少钱？大概是8万多9万。对，对一个高中生、大一生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一笔小钱了。对，其实10万其实就很不错了。对，所以当时候觉得赚到10万开心，开始买东买西的。对，那到后来之后，可能大概到大2之后，这时候已经21年了吧？大概应该是21年的时候。那21年大家知道，牛市嘛，但是我并不是说做多，我牛市其实并没有做多的这个交易，其实相对很少，基本上就是拿现货。那时候现货是买在大概3万吧，2万9、3万的时候，然后卖是卖在5万1的时候，5万1那时候大家知道说6万9下跌完之后呢，它有一段小反弹，是反弹到5万2左右的。所以你是在第一段下跌之后，然后反弹卖出的。对，因为这时候很有用的一个资讯叫做，科大那时候跟我们讲，你没办法确认说这边是不是只是一个回调，直到它可能这个地方出现第一次的 lower high。所以是你当时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下跌之后没有卖出，是反弹的时候，然后就找地方出掉了。这边是6万2，我是在这个地方。这里是吧？这里是5万，对，这个地方。OK， 就是下跌之后第一根反弹就走了。第一根反弹就走了，对，因为我认为接下来可能前面的多头行情，我认为已经走到末端了。对啊，我不知道接下来，我怕的是暴跌。所以519这一段你就完全都没有损失。现货还是有一点。对，现货还是有留一点，因为我不敢全部都走人，所以我应该在5万2的时候，我记得是出50%到55%吧的现货这样。的现货，因为我还是要留一部分拿着看。对，那直到它那时候519跌太快了，所以现货抛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差。我记得是在针的中间我才抛售的。在519之前，你都是只有做现货，你是合约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呢？合约是在21年年初，就是大概还在5万多附近的时候，我还是有在做交易的。21年年初是吧？21年，所以你是从21年年初你才开始做合约的，才开始慢慢做合约，才第一次做合约。就大概在比特币其实也到顶了嘛，就是4、5万的4、5万左右。对，因为这时候进场原因是什么？太多新闻报道啦，太多 YouTube 影片都跑出很多跟比特币相关的资讯影片来，推荐影片也都是这个。我认为说接下来一定涨到10万，我现在5万进场来得及。对，OK， 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在3万入场了，你是在3万这个地方入场现货嘛？对。然后合约大概是从4、5万这个地方开始做的。对，开始起步的。对，3万之所以3万的话，合约是做在这个地方。3万买现货是在买这个地方，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就买。就回调完之后，然后买入，确定感觉有支撑了，对，这个地方分析说有支撑之后，我才买入的。OK。对。那你做合约一开始的时候，在这一块做，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非常不友善，非常不友善。因为我认为这个地方一定是要到10万，这地方开多绝对没有错。对，这时候还不懂太多技术分析，结果就疯狂开多，疯狂开多，每次回调我就开多，但总有继续下跌的可能。低还有再更低。对，所以这地方损失蛮惨重的。你当时在这个地方做合约都在做多，你那个时候是拿多少本金在做合约呢？那时候是一次都1万，就是300U，然后因为那时候本金不多嘛，就是那时候从刚开始的10万，那顶多到这地方也才15或12万，那都是拿300U啊，都是杠杆，都是50倍。都是50倍在做杠杆，可这样不就很容易被止损掉了？对，没错，所以后面资产才会回归到剩下个位数，对，后面才会到什么3、5万啊、5、7万这种，对，没错。OK，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随后的行情你是怎么操作的？这个地方是大家可能比较能就清楚，这个地方是箱体嘛，然后这时候可能我们都还知道说科大这边我们有在去。想要去分析说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威克夫的吸筹，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新一段的多头行情上涨，对，所以我在等的是 JOC， 因为我不想在底部做多，我不想猜底。虽然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说这边可能有个多重底或者什么的，或3重底，可能接下来就要继续往上，但我希望看到一根 JOC 回来 ，JOC 上去之后我才能确认说进入是1阶段还是 D 阶段嘛，对吧？对，所以我1阶段就是对 JOC 完嘛，所以你当时 JOC 的时候。可能入场价大概就4万哦，39000多。OK，39000多的时候，然后你入场了，是现货还是合约呢？现货加上币本位的做多。现货加币本位的，对，因为那时候可能刚开始进入币圈不知道，但是因为有追踪像科大，可能你们会有影片或什么的，我知道币本位原来是在牛市的时候用会最好。对，因为这时候你的资金利用率，你的效益或者你的利润其实会往上一直增加的。所以你那个时候在4万的时候就直接 all in 现货。对，买现货了嘛，就是我身上所有的钱，我只留2万块是为了大学生活费，其他全部都 all in 现货。其他全部 all in 现货，因为现货我还可以做合约嘛。因为你假设你现货里面有留 U， 不能做 U 本位，对，所以我那时候买现货加上做币本位合约做多，这样。那你合约那个时候在4万开仓，那你止损是设在什么地方？止损我那时候设的相对比较大胆，这个地方是4万，就大概在这里嘛。对，大概在这种位置去开仓了。我设立的价格那时候好像我是设这个箱体的中轴。箱体的中轴，箱体的中轴，那可能在3万5、3万6左右咯。所以它下来的时候，我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说会不会这个 JOC 是我判断错误。就是当时这个地方的回调，对不对？对，因为它其实是有跌回箱体一下对，才上去的。对，这让我有点犹豫。因为我其实会觉得说我箱体画的很漂亮。对。这时候跌回箱体，因为跌回箱体反而有可能这一段是假突破嘛。对。那假设假突破，我这地方应该反向做空才对。对。但这时候我还是坚持我原本的交易计划，它没有到我的止损，我还是继续做。所以你就继续拿着现货，然后继续拿着多单，结果后来就暴力上。对，后面就上涨了。这一段其实也赚了不少。那这段上涨你是在什么地方做止盈的呢？我看一下哦，等一下啊。好 ，OK， 往后拉一下，这个地方是6万9。刚好跟大家讲到，我大概在这个地方。刚跟大家，我大概在这个区间，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是做合约一直赔？对。那我干脆，因为一直赔，我没有生活费，我只能把现货卖了，换一点现金回来。大家能理解的是现实层面，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多无限子弹。所以你其实那个时候你会在6万左右的高点出场，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现实我没钱了，我没有现实所逼，所以你必须把仓位给平仓，然后出场，然后换现金拿来当生活费等等。没错，因为大学其实你没办法，不好意思一直跟家里拿钱，结果你就完美的逃在顶部了。对，但虽然还差个大概有个可能，其实我认为啊，快1万刀哦。我们在6万9创出最高点嘛，如果你在6万出头，你卖出现货，然后把合约平仓的话，基本上你就算是很完美的逃顶了。在我来看，我会认为这个非常非常完美的逃顶了。对，因为我们真的不可能抓到最高点。确实，因为技术分析只能找出可能出现次高点之后，我们才出场嘛。对。那中间有这么大一段的回调，你当时是心态怎么克服的呢？因为你这段回调，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且你当时又有现货又有合约，整个有杠杆的仓位之后，它完全被放大，25%的跌幅。那你当时心里是怎么去克服的呢？因为利润回升，那时候我就想说，既然它是突破箱体，既然我前面认为这个地方是威克夫的吸筹，它这边的回调不会只前面这一段量能，前面这一段所累积的筹码
你这时候如果 JOC 出去之后，它不应该只走出这么小一段。所以你认为我们下方的筹码是比较密集的，而且时间比较长。对。那我们到上面之后，由于它时间不够，所以你认为这个下跌它不会把这段上涨给终结掉，不足以逆转。对，所以这地方判断，我是认为说利润回撤当然会心痛，而且当下你又是觉得说可能利润已经被回撤很多，多数人应该都走了。对。但是既然加密货币市场，我不是要赚钱而已，我是要赚大钱。对，因为你如果只是赚钱，你在加密货币来讲，你可能会去做短线或做什么。可是我想赚的是大钱，因为资金小，你能做的是搏一搏，对吧？我们是来变摩托阶级翻转的。对，所以这个地方我要做尝试的是，我想拉到一大波的利润。那我相信它这个地方应该只是回调，这时候只能初步做这样的判断。当然，我还是有往上移我的移动值，那个方舟值赢，对我设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时候是不是已经这个地方回调完了？那我就把止盈设在这个地方。哦 ，OK， 它是没有防守性的，防守性的。那你当时你从入场，你的资金大概是多少钱？然后你出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资金已经翻到多少了？那时候入场的时候应该是12.5万左右，12万5、13万左右的台币。然后一直到我出场，包括现货出场，然后还有合约的部分。但合约部分我因为换完不是会回来是 U 吗？对。因为我自己还是有做一些在这个区间，刚刚有跟大家说，这个区间我做了很多区间的交易或者波段交易，就是浪费了很多 U 嘛。所以后面呢，一直到519以前，我总归的资产是大概台币30万左右。台币30万左右。对，台币30万左右，其实也翻了2倍了，2倍多了，2倍多了。因为币本位做多，所以它又往上乘加上去，所以那个乘数效应上去就有大概30万左右。对。那你后面的行情，还有你后续的资金，你是怎么在熊市可以从才10万块的台币，然后一直做到你后面滚出10几万美金的利润的？对，最主要我要跟大家讲是，大家都知道以太坊在熊市的时候下跌，一定会比比特币还要猛。就算还没跌，它接下来要往下跌的深度，一定也比比特币快又猛。这点可能是大家可能已经都知道的了。那所以我选择在熊市的时候去选择做以太坊，而不是去做比特币，这是第一点。然后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这地方我那时候应该是有一个通道的。对，有一个出现一个小楔形啊。小楔形，对。然后这个地方的那时候好像画通道吧，它跌破之后呢，这个地方不是有产生一段下跌？对，很大一段。很大一段，而且很快。对，非常非常快，非常非常快。这个地方我看到的是，我其实这个地方是有做比特币的，大概在这以太坊。是做多还是做空呢？对，这以太坊，这是以太坊啊，要先切到比特币。好 ，OK， 没问题。对，那等一下那可能要清楚一下。没问题。因为我记得比特币这时候的通道反而是对，这边有出现一个通道，对，它很标准，这样是吧？对。然后我这个地方我同时画的是通道，还有一个箱体。对，箱体的话，因为它是有一个假突破的，你记得吗？我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影片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往上之后呢，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假突破，对，没错。那我就是认定说这个地方假突破回来，它如果跌破箱体，这个地方应该要开空才对，因为你认为上方假突破，你应该在反方向做回来。对，那我这个地方就做空了嘛。那做空之前我就放上面的针。所以你做空的话，你的入场大概在4万5、4万6吗？还是4万8进的第一仓，因为我是分批进的，所以大概在等于说在最高点吧，等于说在最高点。那时候是左侧先空，因为我觉得这时候我敢猜顶，只是我相对于其他分析，我会觉得说这地方涨到头了，我认定这个地方应该是假突破的可能性比较多，所以我只进了10%的仓位在4万8左侧。4万8直接左侧进，对我就是挂单进10%。那假设没有，那就没有了，那10%我就是放飞。但剩下如果它接下来是照我的方向做空回来，那我再补仓补满就好了。那你后来均价开仓你是开在什么价位呢？均价应该在44500。所以你后来是一路加仓就对了。就它跌破箱体我加，它跌回来箱体我加仓，它再跌破箱体我再加仓，所以是在跌破箱体的时候满仓下跌的。那你满仓那个时候你的仓位价值大概是多少？仓位价值我记得没有满，应该是在20万左右。20万刀的仓位价值？没有20万台币而已哦，这时候都还在20万的台币。真正我赚到钱是做以太坊。
前面这个比特币是我先抓到下跌，因为这时候以太坊还没有马上下跌，因为你只能先看到说比特币下跌了，对，所以我先做的是先做比特币。所以你是20万台币，然后去开的杠杆，对，开杠杆大概20倍吧。20万的台币开了20倍的杠杆，对，可是你这样5%，你的仓位就会不见了。对，没错。但是因为我有我的点位相对比较高，对，所以我才敢这样开。如果我是一般直接进场点位，我不敢开这么高的杠杆。对。但是因为我的点位有优势，所以而且这个地方如果它是箱体下跌，一定有距离。哇，你这个，我觉得你这个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对啊，这个地方是暴富靠梭哈。对，这个地方有，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20倍的样子。对。但是因为加仓加到后来，我仓位一定是一开始先进小，然后后面才慢慢大，所以均价没有这么的好到后面。但是因为它下跌太快了。那你后来是到哪边，然后才去止盈的？或者说你在哪边你还有加仓吗？没有，它反弹这个地方我扛不住了。反弹这个很大的反弹你就输掉了，我就输掉了。所以其实实际上没有赚到那么多的钱。大概是35万，快40万左右，35到37、38。所以你现在可能已经有加本金有50了，50-60。没有，那时候因为本金有兑换成生活费花掉了。对，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一段讲述的非常真实，因为一般来说啊，很多做交易的，他没有办法把资金一直放在交易所，他是需要应付生活上的开销，需要不断的出金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段讲的描述的非常非常真实，真的非常非常真实，并不是说我赚了钱我就可以加上我原本的本金，因为我还会在生活上花掉，这个才是很 real 一点。对，这才是真正在交易上会感到压力的地方。对，所以这个地方我最后还在交易所的本金大概是35、6、7万。对，所以这个地方我是在反弹，因为这地方我觉得反弹，因为我杠杆像刚科大讲风险很高，对，很高，所以反弹这么大幅度，其实它是插针往上的哦。对，所以这幅度可能有个12、13%吧。这里我记得不止，我记得这边有20几%。当然了，如果你说针尖然后一直到箱体底部的话，确实是12、13%左右，就是这根针最夸张的地方。就是12、13%，差不多。但如果说我们反弹到箱体上缘的话，哇，那就是25、26%的幅度了，非常可怕。他抄完那根针就是我在考虑了。对，因为他抄那根针，他下影线太长了。对，真的。那我认为说，我后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大部分认为说，只要出现很长的针收回来，其实这个地方很容易是狂妄抛售或什么的，所以价格会反弹起来，会蛮多的。所以这个地方我选择出场。是这个原因，对，所以这个地方后来的资产大概是35万左右。这时候是不是我们去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汇率？对，还有一定的空间。我还记得这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比特币已经跌得很凶了，但是有时间差的。对，但是以太坊真正开始暴力下跌的时候，是比特币气力放尽的时候。对，以太坊才开始真正迎来这种狂暴的下跌。对，没错，就是这一段。所以就是这一段开始，然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第一仓是在2万9，因为这边这里应该有一个箱体或楔形，这个地方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对。那它是在我有一个小的楔形。对，是在2900，怎么返回这里？对。2900的时候进的第一仓，大概是在这地方2900。对，差不多。这地方这里就是2900。因为它这边有一根绿色量能珠，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我其实原本进的时间级别不大，其实不是以日线去看，那时候进的是4小时的线，是以4小时级别的框架去做判断的，所以我是开在这一根地方。反弹的时候空吗？没有反弹，它这个地方出现旁边那一根吞噬形态。吞没空。对，吞没空。我是看到这个信号我才进场的。哇，所以是在这个地方开的第一仓，但是一样，仓位第一仓我都不会放太大，我还是会去做仓位逐渐加仓。对，所以这地方我记得入场也不大，大概5万多6万，就是仓位很小。后来呢，它慢慢下跌，我没有很理性的疯狂加仓。对，它下跌太快了，它第2根我就再加一点，第3根我就再加一点，一直到这个地方，它这边的回调，我在这个地方再补满仓下去的。这个地方是满仓的。所以等于说等我一下等于说你在第一段下跌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不断的加仓，不断的加仓。我相信你真正抓住，就真正利润奔腾的时候，是在第2段这种暴力下跌的时候，才是你真正利润奔腾的时候。没错，而且我是那时候是用斐波那契扩展去看的，所以我其实很早就设好止盈了，是在980几的时候我就设好止盈。所以你当时你是用斐波那契
extension， 然后去找到了你的止盈点，对，然后非常精准是吧？几乎只差，因为我记得最点那个到800多而已吧。你当时是怎么用这个 Fibonacci extension 的？在这个地方啊，我帮你找一下。哦，然后你去找这个一的位置是吧？对，哇，非常精准哎，非常精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大概在944，但当然每个交易所有各自的误差。对，哇，所以你就非常完，你是那个时候直接挂这个白色线的地方做止盈吗？我是直接挂的，原本是直接挂着，直接挂。我在2900开单我就挂了900多。虽然大家会觉得有点疯狂，但是你既然都用了这个技术分析了，你当然可以把你的止盈位设得很有依据，因为所以你是依据你的分析嘛。你当时你的在2900的时候，你入的低仓，然后后来在不断下跌，一直到2200，对，2100左右的时候，你不断的加仓，对，但你加仓的过程，你已经把你的止盈直接看到了非常有前瞻性的，直接看到了940几了。对，所以我没有到这个止盈位我不走，除非它出现日线级别或甚至是周线级别的风险信号我才走。太有前瞻性了，真的太有前瞻性了。所以其实2900大家会觉得说不可能到900的啦，但是我的分析，基于我分析就是会到这个位置，那我就是把我的止盈位放在那边。对，那当时你下的仓位不断的加仓之后，你是下了多少仓位？然后一直到你止盈的时候，你翻了多少？满仓是50万，50万，然后你再还有加杠杆，50万还有加杠杆。重点是我原本是借蛮多钱的，后面真实的仓位大概是35万吧。真实就是我们原本进的保证金大概30万台币，但其实原本是跟别人借的，跟朋友还是跟家人借？跟朋友，跟朋友借钱，跟家人借，对，因为我有些比较有钱的朋友，跟朋友借钱梭哈是吧？对，因为这地方我已经有价位的优势了，那当然我只跟他借短期，因为我只是加完仓之后，他一旦跑出距离，我就把它，因为可以调杠杆嘛，调完杠杆之后因为假设那时候好像最后杠杆平均完是35万台币加上30% 的杠杆。30差的杠杆，30差的杠杆，所以是$1万嘛，大概1万多美金嘛。我完全记得11000美金，11000美金，30倍的杠杆，等于说仓位价值是33万美金左右。对，其实很大仓位价值。对，然后再一路往下，等于说你的均价可能在这种地方嘛，然后一路往下的话，就是一段60%的幅度了。而且我开的是30倍杠，所以是1800%。对。太疯狂，所以我借一下，我补完仓，我发现它迅速下跌，我就把那个杠杆调回来之后，本金就还给他了。所以你这波下跌赚了大概有500-600有吧？大概是总共是12万6千多美金。12万6千多，大概是400多万吗？360万而已。360，对，360吧。太疯狂了，太疯狂！就是这一路逆袭，对。那当然我没有中间是没有分批止盈的，因为我看到的止盈位就叫900多，直接一个止盈位，我只有一个止盈位，而且是全部的，我没有分批止盈，全部就是900多，真的是一个合格的赌徒。哇，等于说你完美的抓住这次黑天鹅对所造成的跌幅，然后直接，其实当时。我相信 FTX 事件一定有推波助澜嘛？有，但是我们从乌俄战争哦，对，但我们当时，其实这种消息面确实是比较难，很难说啦，对，很难说啦。但是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我们确实可以判断得出来，而且你也确实抓住了这次机会。对，没错。所以还是刚开始这个地方都还是有很多交易的不足，就是缺点，可能没有遵守好纪律啊，或什么。其实分批止盈才是比较好的观念，对。但当然，可能在当时候以我这台讲，其实可以搏一搏，对。当然你资金变大之后，你还是要有分批止盈的概念，跟分批止盈加分配仓位，这概念是一定要有的。所以你认为，如果我们的资金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大胆一点。但如果说我们的资金有到一定的体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的比较保险，对，或是转换你的交易策略，或是把你的系统稍微修正一下，因为当时你的资产跟现在你的资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嘛，对，那你的交易策略不可能跟当时会一样，或是你的交易系统跟交易原则是不会一样的，所以我很善于去时常去检视自己的交易系统，所以会时常去做修正，对。那你到后面的这段的行情，不管是比特币啊、以太坊，你是怎么再把你的资金再慢慢滚？然后你是怎么不在熊市里面去损失资金的？因为熊市毕竟赚钱真的比较难的。原本其实是有想过去做套保，因为我假设原本预计说接下来
可能接下来假设以以太坊为例好了，这时候是不是到900多了？假设这时候反弹只是一个，应该说不是反转，如果只是一个反弹的话，那这地方下跌可能就会很猛了，我的现货不可能再继续拿走了。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箱体。对，这个地方我印象也蛮深刻的。然后后来也是以太坊升级嘛。对，这个地方虽然我不看小鱼，但是我看懂技术分析。那这个地方回调的时候我是没有出掉的，我是在这个地方反弹，所以这是我应该是最后一笔比较正常的交易，因为后面都是可能小小仓位，可能偶尔开一下。那最后一笔应该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是在熊市还有很大波动的时候，然后去交易，然后把这几段都有抓住，然后随后熊市开始比较进入震荡啊，进入盘整啊，很难赚钱的阶段的时候，你就比较减少操作了。对，然后把资金投入到开公司上面。对，产业上。因为熊市期间，可能大家应该知道，熊市在市场上很难赚钱，因为缩量市场嘛，所以大资金影响的层面太广，而且又太迅速了，所以一般散户很难去做反应，所以我选择在熊市的时候退出市场，那等牛市的时候再把资金挪回来再去用。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在大市的时候翻身，开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大市其实有一个应该说最直接的概念就是我知道说这个钱来得太快了，随便说你。如果假设你这400-500万，那时候应该是总共资产是16万美金，也就是大概台币是400多万，对，快500万。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继续进场做交易，你可能不理智了，真的，这时候你就不理智了。因为突然，所以我们可以总结重点就是，如果你突然从市场上赚了一笔很大的钱，尤其相对你原本的控制的这些资金来说很大的一笔钱的时候，要暂时出场。对，那你选择的是出场之后，在熊市震荡盘整的时候不交易，你选择拿去开公司。对，选择去做其他实体产业的投资，因为我们看得到。所以后来之所以会去开公司，就是币圈的一个导致就是周期性嘛，所以我选择出来。那之后就是我们都知道，可能下一次减码期是2024，对，所以我们可能在等2024的4月、5月那个期间，再慢慢回到市场上去关注盘面。对，哇，太厉害了！那现在资产管理公司，对，运营的怎么样？运营的不错。对，就是一直到我们都有陆续的规划，像陆续可能会有明年，可能科大也知道，就明年年底的咖啡厅在台中，那还有以及是接下来的服饰品牌，以及像现在的自媒体跟短音非常红，那我也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对，已经有陆续在做规划了。那接下来就是看要把其他产业慢慢规模做大。那当然我有在做一些独立财务顾问的部分，去帮助其他公司去规划他们的资产，因为我本身大学读的就是金融系，所以可能我比较善于帮他们规划，那公司也蛮愿意去给我这个机会的。规划这种，比如说资产管理啊，你是做这种传统金融的吗？对，帮他们分析，他们多半不会放很大的部位在加密货币，顶多我目前见过像科技公司，他愿意放大概10%到15%，也是做现货嘛，现货而已。对，那他们公司老板就只有2个标的给我们去做选择，就是以太坊跟比特币，其他是完全不碰。对，我们合约上就是已经注明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坊。那当然美股它就只有做大盘，像纳指啊，或者是像 S&P 500这种。对，那台股它也有指定，就是不做期货，也都是只做单一股票，也不含 ETF， 这一点比较特别。对，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个是科比托频道非常成功的观众，发家致富观众的经验分享，非常欢迎大家可以订阅、点赞我的影片，非常感谢各位，拜拜。